那是一杯果汁，从正面直泼过来，整个上半身都被淋透了。他穿的是白衬衫和微扣上的黑外套，饮料大部分都泼进了里衣，颜色便尤为明显。冰冷的液体与皮肤接触的触感让他愣在当场，周围也都死寂了几秒，只有那个始作俑者大声喊道：“魏无羡，你别想倒贴我们家哥哥，他不可能看得上你的。”随后便立即有人去拉他，防止他做出更过火的行为。生气归生气，人身伤害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。很快便有粉丝拉来了安保人员，聚拢的人群才渐渐散开来。温宁也是在这时候才找到他，远远看着就觉得情况不妙了。他四处挡着手机镜头，走过去拉起自家艺人就跑，闹了这么一出，粉丝也不敢追过去，倒是回头教育起那个泼饮料的人了。主人公都走了，先前一直录着像的人也把他亲口所回答问题的视频发到了网上。温宁拉着魏无羡一股脑跑回了车里，才来得及问他发生了什么。魏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被蓝影帝的粉丝围住了？弄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总之先回去吧，媒体肯定在往这边赶了，回头我再跟蓝湛解释。魏无羡扯过车前放着的纸巾，随便擦了擦衣服，我还好奇呢，他们怎么见了我一个个都跟见了仇人一样，活像我欠了他们钱似的。哎，魏哥，你不是欠了他们钱？温宁将微博打开，点出热搜榜给他看，你是搞了他们男神。魏无羡盯着前几的榜，点进第一个，看到视频后顿时了然。魏哥，我去买水的路上，突然收到消息说出事了，我就赶紧上微博看了看，这才没来得及去找你。没想到居然会闹成这样。视频长达3分多钟，主角几乎只有他们2个人。这个视频的性质和之前那个一模一样，只是还没在内部传开，还没给他们公关的机会，就直接被放到了网上。视频按照时间线的顺序，从魏无羡和蓝忘机拍第一场吻戏开始，魏主演亲了影帝2次，都没过关。随后导演过来，蓝影帝又主动揽着他的后脑接吻，这还没入了镜头，于是后面2个人又吻了几次。光看开头，是个粉丝都晦气不过，粉圈直接炸成一锅粥了。基粉怎么看都觉得是魏小透明故意占自家男神便宜。相比之下，数量较少的线粉则注意到了戏外的那一段，坚定认为是蓝影帝对自家宝贝图谋不轨。但是由于粉丝数量差距悬殊，线粉的声音被淹没在了骂声中。对于粉丝来讲，后面就更不能看了，之后的那场吻戏除了舌吻，还有的东撕一 play， 关键还不止拍了1-2次。能撑到这里的基粉几乎都是哀嚎着晕过去的。再往后就是断断续续的戏了。戏里的2个角色也是有过一段甜蜜的恋爱时期的。这个时候的接触其实无伤大雅，最多不过是其中一位在喝咖啡的时候偷偷在另一位脸颊上亲一下，2人温馨的在沙发上抱一抱什么的。散发这个视频的博主还不怕师弟评论说，传戏也是拍了大半天的，还是2位主演亲自上阵，一个替身都没用，只不过导演清场了没拍到而已。见到这个消息的基粉，一部分是不相信，另一部分则是当场吐血了。在机场等着接机的粉丝自然也目睹了整件事的发酵过程，每个人心里都被愤怒填满。试想一下，在这个时候刚好碰见了魏无羡本人，基粉们都觉得自己能忍住不上去打他就不错了。虽说他们不支持泼饮料这种行为，可他们也不否认，当时的自己都是想来这么一下的。就算视频再怎么糊，也能清楚地分辨那2人是谁，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，拿着工作需要的理由去回应，显然是不能让大家信服的。魏无羡把手机还给温宁，捏了捏隐隐发疼的眉心，努力平静地说道，上次也是一样的套路，这次他们自己放视频，故意扩大舆论，应该是冲着蓝湛去的，我回去再想想应对的办法，暂时先不回应吧。魏无羡在媒体围堵机场之前赶回了家，关上门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将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。考虑到衣料上的痕迹干了就不好洗掉了，他还是及时把衣服泡在了肥皂水里。不过他目前没心情洗衣服，随便套了件舒适的睡衣，又窝回了沙发上。他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蓝湛，也不知道那人现在下飞机没有，如果下了飞机，应该会给自己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什么的吧。
他点开通话记录，没有红色的未接来电。微信里和那人的对话框也是停留在昨晚的明天晚上一起吃饭吧，我请你好这样的语句上。既然蓝湛没主动联系自己，那就别去打扰他了吧。万一人家临时还有什么事呢？他想了想，转头打开了微博，决定好好了解一下这次风波的经过。热搜榜已经再次让他不忍直视了，各种物料视频还挂在前排，大有愈演愈烈的架势。自己已经告诉温宁先按兵不动了，可另一方完全没有动作，倒是让他挺意外的。毕竟此事一出，对蓝忘机的黑屏也在飞速增长，蓝家不可能不采取公关措施的。在各式各样参与评论的 ID 里，魏无羡注意到了一个人，倒不是他的 ID 有多特别，只是他发表的言论句句针对蓝忘机，且把编造的黑料说得义正言辞，在粉丝反驳澄清的时候，总有所谓实锤来证明他的说法，让蓝忘机的粉丝们有口说不清，还反被打了脸。他下意识地觉得此人身份不简单，甚至很有可能就是视频的提供者。毕竟在视频爆出以前，就是他在各地散播对蓝忘机不利的谣言，煽动人心。他放下手机，心里的懊恼又增加了许多。昨天他是真没来得及刷微博，不然说不定还能看到些苗头。至于昨天他干了什么，除了白天和蓝忘机打电话发短信，就只剩下晚上在梦里和他相见了，并且在第二天两人就可以见面的兴奋情绪感染下，他的梦做得还挺美的。梦里的他还是个根正苗红的大学生，成绩卓越称霸全系，蓝校草自然而然的就注意到他，并且迅速展开了追求。他记得在梦里，一脸冷峻的高冷男神在面对自己时，总是带着款款柔情，哪怕只有只言片语的告白，也能激得他心神荡漾，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。随后便是恋人之间必经步骤了，两人动情的拥抱、接吻、滚床单，在梦里仿佛就与他相恋了许久。回过神来，他长叹一口气，完全缩进了自己的单人沙发里，打算眯一小会，门铃声却在此刻不合时宜的响起。他的心突然砰砰跳了起来，应该不会是温宁。若是有朋友家人来看，他也一定会提前给他打电话，那就只可能是他立刻翻身下了沙发，三步并作两步的跑到了门前。开门的时候，他的左胸口处还是扑通扑通的，打开门之后，却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让他紧张了，因为下一秒他就被用力搂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魏婴，来人低沉的声线中带了些不易察觉的颤抖。你，蓝湛，我就猜是你，嘿嘿。魏无羡被迫扑在来者的怀中，不仅没有半点不适，还在自己靠着的颈间蹭了蹭，怎么下了飞机都不给我打电话？蓝忘机身子微微一僵，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，若是有外人在场，肯定能一下听出这就是明晃晃的撒娇，可偏偏他自己却毫无察觉。等了一会儿不见蓝忘机回答，魏无羡轻轻推了推他，从怀里钻出来，一对上那双琥珀般深邃的眸子，他就控制不住地心间一颤。